Hello， 亲爱的，你好，欢迎你来到 JC 的塔罗牌占卜频道。被人喜欢是一种幸福，喜欢你的人才会天天惦记你，关心你的冷暖，而这种幸福实际上是你自己一点一点争取来的。用你的阳光能量去给别人带来美好的心情，增加别人对你的关注、欣赏与喜欢，这都是一天一天积累的。无论如何，不要去伤害你喜欢的人，也不要让你喜欢的人伤害到你。若能在一起，就是缘分，就要好好去珍惜。若不能在一起，没有关系，彼此好好去善待，带着祝福彼此的心去感恩这份相遇就好了。所以亲爱的，近期你身边就有人越来越喜欢你，代表你自己的表现蛮不错的哟。那这个人他到底是谁呢？他喜欢你哪里呢？你们会有怎样的未来情感发展呢？今天就用这个塔罗牌占卜视频，接收宇宙给你的祝福，审视一下你正在给别人带来怎样的一个力量。目前桌面有3组塔罗牌组，从左至右分别是第一组、第2组、第3组，每组牌卡都是完全不同的讯息。我们这边出现的有钥匙、有地球仪以及有门户。我们要选择其中一组牌卡进行聆听哦。在选择牌组之前，我们要来做一个静心的小仪式，然后再选择牌卡。首先，亲爱的，请你放松，调整你的呼吸，大口吸气，大口吐气。可以的话，请闭上眼睛。然后我们在心中默念：亲爱的宇宙，请告诉我，谁越来越喜欢我呢？感谢你的指引。询问完之后，睁开眼睛看见的那张牌卡，就是宇宙要给你的那组牌卡的讯息了。视频下方有对应的每组牌卡的时间，点进去就可以聆听老师为你做的占卜。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占卜视频，记得点赞，记得分享，记得订阅，也感谢你的打赏。那如果你想支持老师这个频道的话呢，也可以用 PayPal， 底下有支付连接，代表你的感谢。如果老师给你带来的占卜会给你加持能量的话，那也请多多的表达你的感激之情。如果可以的话呢，也在视频下方留言，接受宇宙祝福，接受好运，吸收视频能量等等这样的一个字样，最准确的跟视频进行一个能量上面的连接，好吗？那现在你选择好了吗？我开始为你做占卜咯。亲爱的，选择钥匙的朋友，我们来接收宇宙给你的讯息。谁越来越喜欢你呢？他是怎样的人呢？以及你们会建立怎样的情感？他欣赏你哪一个部分？我们先来展示一下牌卡。看来是一位家庭条件特别好，或者是她本身就自己很有钱的一个女生哦。首先我们出现了金发女生这样的一个牌卡，可以看到这个女孩子呢，她应该是有染头发的。如果你生活在亚洲的话，那代表她的头发底色是黑色，只是她有染头发呈浅咖啡色啊，或者是金色啊、亚麻色这种偏黄偏淡比较亮的颜色，而不是染的那种很暗或者是很深的颜色。如果你生活在欧洲或者是美洲之类的话呢，她应该就是本身头发就比较偏黄一点的女生。她希望建立互相尊重、自由、平等的关系。她希望呢跟你保持一种开放的、很舒适的关系状态。其实这个人呢，他是不会轻易的去相信任何人，他是有非常强的防备之心的。
不论是谁喜欢的或者是不喜欢的，他可能都会稍微戴一些虚假的面具，有时候会讲一些善意的谎言，有时候呢会很注重自己的隐私，不会把自己100%的非常暴露的在别人面前，可能你从他的表情上面呢也猜不出他到底的心思在想什么。他希望呢自己是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的，是不要随随便便的把所有的这种感觉写在脸上，希望有一定的城府，而且呢他很可能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头像照片上不会用自己的真实照片，也许他可能会用网络的一些图片啊，或者是一些动物的图片，都可能的。他不希望别人知道他的家庭条件很好很富有，或者是他本身就是很有金钱的，所以他不会可能背一些名牌包包啊，带一些名牌表啊，但是他确实是讲究衣服的质量的，希望自己穿的衣服都是一些小的牌子，但是不会穿特别奢侈品的品牌，因为呢他不想给别人造就一个好像他是靠着家里，或者是他是一个天生有钱的人，不希望跟别人有任何的一个距离感，他假装自己的家庭条件一般，好像假装自己是一个普通很平凡的人，没有什么那样的一个物质条件。也许他不希望别人给他贴标签，也许他不喜欢别人因为他有钱才接近他，不希望在人际关系上面有任何的这种利用，或者是任何的诱惑。在看见一个人的真心之前，他是会戴着面具隐藏自己的身份的。而且这个人呢，他可能会出现心口不一呀，或者是会用言语去包装自己，他可能有时候也会背地的去谈论其他人，当然不会太讲一些恶毒的或者是特别八卦的事情，但是有时候聊一聊别人的一些话题呀，也是会的。这个人其实他很愿意去帮助他人，只要他真心结交的朋友一旦获得他的信任之后，在别人出现任何的金钱麻烦或者是资源需要的话呢，他都会伸出自己的援手的，因为他觉得自己蛮幸运的，自己可能从小就出生在一个衣食无忧的家庭，然后也是一个很好的人生状态，在自己信任的人出现困难的时候能帮一帮就尽力的去帮助。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面对自己不熟悉的人或者是不信任的人面前，他会戴着一个假面的面具了，主要是好好的保护自己，怕自己被受到伤害。他的性格呢，很有可能是星盘里面很多火跟土的能量，星座是狮子座、处女座、金牛座，当然请同时参考月亮、太阳、上升星座，是一个比较积极、外向，但又很实际、很现实的一个人。他的好胜心是比较强的，不愿意去认输，希望可以获得更多的一些竞争力，希望在自己的学习上面呢，在自己的工作效率上面呢，都要去尽可能的获得第一，都要去争一争，特别有上进心，也很勤奋。他不希望靠着父母而进入到一个比较富有的阶层，而是希望任何事情通过自己的努力去闯荡，闯建自己比较成功的一片天下。所以他也会不断的去增加自己的内核，去可能学习更多的一些知识，获得更多的技能。在社交方面呢，也希望不断的提高自己的情商，其实给自己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压力的，因为他的起点就比较高，而且呢，他不希望借助任何的外力，所以他不断的给自己铺洗很多的一些压力，让自己有大的一个方向发展，让自己很成熟。那这一方面呢，也让他成为一个很聪明的人，也让他更多的一些自信跟自我依赖。他希望自力更生，他希望呢可以更加的有远见，在人生之中懂得选择，
其实他自己也是比较有眼光的一个人啦。很多时候他都可以不断的为自己创造一些很有利的条件。这是一个实践家，他最恨那种口头主义者，他不喜欢夸夸其谈，他不喜欢好像嘴巴说的很好听，然后背后呢又不愿意去努力。他一旦坚持的事情，他是可以埋头苦干去获得成功的。而且呢，对于金钱，他也有一定的眼光，懂得如何去分配金钱，如何懂得使用金钱的价值。在生活中呢，他是精打细算的，每一部分钱花在哪里，花的值不值，他都会计算一下。但并不代表他吝啬，他其实是比较大方慷慨的一个人，当然是对人对事。他有比较强的自我管理能力，也有一定的控制欲。他不会拍马屁，或者是阿谀奉承，可能不会是口蜜腹剑，而是呢，他的世界非黑即白，错了就是错了，对了就是对了。即使是自己的老板，即使是自己的老师，即使是自己的伴侣，做错了就是做错了。他不会因为你比他高一个阶层，然后他就去在你做错的时候说你做对了。这方面呢，他不愿意有太多的一些圆滑。有时候呢，他还是会自我怀疑，觉得自己不够好，所以push自己越来越好。另外呢，有时候他会缺乏一些耐心，有反应过度这样的一个倾向。超出他原则可控范围之内的事情呢，可能他会脾气暴走。其实他蛮有魅力的，这个人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是谁，自己要做什么，想创造怎样的一个未来。他的目标性也比较强，因为他不害怕做自己，他不会随波逐流，他不会因为大家对他有异样的眼光，所以他可能就去更改自己的思想，更改自己的行为。他敢与众不同，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他也是一个很精力充沛的人。其实他非常关心周围的人，给别人一种很坚强可靠的能力，因为他很注重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只要是自己承诺了的事情，再难他都愿意去做到自己该做的事情，不会是好像他给你承诺了，然后背后呢他又不去做任何的一些行动，这不是他。而且呢，他有一副很好的嗓子，也可能他唱歌好听，也可能他说话是好听的，因为他很注重这种声音的魅力。而且他遇到自己喜欢的人，他也可以跟别人有很多的这种聊天啊，有说不完的话。他想找的就是大家可以任何事情都可以商讨的，所以他也希望他喜欢的人也是有好的一个嗓子，听着是好听，听着是舒服的，跟他有更多思想智慧上的沟通。他喜欢幽默的人，喜欢有趣的交谈。可能他有一点完美主义者，并且对周围的一切跟每个人都非常的挑剔。他会被所有高能量的人事物所吸引。他喜欢笑，很多时候呢，他都可能是保持着一个微笑啊，然后眼睛闪烁着很积极的这种光芒的。因为他不愿意把自己的悲伤或者是情绪展露在外面，大多数时候你都看到他是开心的，没有看到他很消极的那一面。而且他也喜欢去参加这种很多的派对，很多的娱乐活动，去认识新的人，愿意不断的去做人脉上面的拓展。但他心里面很清楚，哪些人呢当下是可以信任的，哪些人呢可能只是酒肉朋友，哪些人呢可能未来是有共同的发展合作者，或者是资源共享。一旦把它化为自己人的时候，那你就非常幸福了。一旦你发生任何事情需要他帮助的话，他都会极力的去帮助的。当然要成为他很信任的人，他自己圈子里面的人的话呢，那你的条件也是要很优秀的，你也要不断的有上进心、勤奋，有好的品德，有好的人格。
有好的素质修养，他当下呢就觉得你其实蛮受到他欣赏的。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哦，我们先来还是看一下他的性格。好，他不是一个外貌协会者，吸引他呢并不是别人的好像外表很漂亮啊，或者是帅气啊，或者是打扮很时尚啊，这些对于他来说外表没有特别大的一些意义，因为每个人都可以穿得好看，再加上现在又有微整形了，再怎么样去整一整都会很好看的。他注重的是别人的智慧跟别人的个性，以及跟别人在交谈之中是否是很快乐的、轻松的，大家的意见是不是会有不同的。他经常会被一些不同的想法所吸引哦，喜欢跟这种有智慧的人长谈。而他呢，其实是长得还不错，至少看着也算是比较精修的，因为他的站姿啊、坐姿啊，他都会去注意一些。再加上他会去在穿着打扮上面也看着很干净整洁，质量也是比较好的，因为他有土这样的一个能量所在，所以会被美好的事情所吸引。这些事情包括人啊，包括衣服啊，是一个讲究品味、讲究质量的人，但并不讲究数量的人，而且也喜欢精神上面的刺激，希望自己呢越来越好，也希望身边的人呢也是有很高的一个期待的，所以希望自己跟自己喜欢的人，大家都互相的刺激彼此的智慧，不断的去成长，不断的去发光发热，所以他也会对你讲一些很激励、鼓舞你的话。再来，他喜欢感官上面的碰触。跟自己的恋人的话呢，他应该喜欢肌肤之亲，也会很享受爱方面的生活的。他其实想要建立很忠诚、稳定、安全的关系，所以一旦成为他的自己人的时候呢，忠诚、信任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感情方面，他很浪漫，也有自己情绪敏感的部分，但是他比较成熟，懂得克制自己，会控制自己的脾气。无论自己的情绪有多么的强烈，他都会尽可能的去保持冷静。很少看到他抓狂或者是慌张不知所措的样子。因为我们这边出现了圣杯国王这张牌卡，看来他在自己的情感上面还算是比较稳定的，情绪上面呢是比较成熟的，大多数时候都看到他很淡定的或者是从容的样子。他会尽可能的去保持冷静，然后来处理自己情绪上面的混乱。在对待喜欢的人上面呢，他是非常的有同情心，那非常的有爱的。他会很乐意去支持你所有的想法，所有的行动。他会想要取悦你，让你的生活更加的轻松。他不害怕去表达自己的真心，自己的喜欢。遇到自己喜欢的人的时候，他不会去逃避，或者是退缩，或者是远观。他可能会主动的去想办法接近彼此，了解彼此，但他注重感觉，但不会感情用事，不会因为好像前几次大家接触了感觉就很好，然后他就去追求去表白。他一定会有一段时间去审判的，看两个人是否是合适生活在一起，或者是合适谈恋爱，或者是看对方是否是值得信任的人，他才会去更加大胆的直白的表达自己想要跟对方在一起的心情。如果他没有表达的话呢，那还可能是在观察期，但至少呢，他会让别人看到他对别人是有兴趣的。他其实内心是蛮热情的，而且有比较强的性爱能量，但是呢，他不会风流，或者是不会一夜情，或不会去搞太多的暧昧。因为真正的让他放心去爱的人，一定是长久建立比较
这种很深的情感联系的，至少呢是知己知彼的，知道这个人是可以信任的，他才会去把自己全部放开。那另外呢，他也有自己的负面情感的特征，就是他很容易吃醋，他很容易嫉妒，不论是跟好朋友还是说自己的恋人，一旦有第三者插入或者让他有不安全感的话呢，他可能就会去有一些生气啊，或者是有一些超乎自己控制之外的事情，他可能有时候就会有一些脾气暴，或者是去做一些不太理智的事，但他会尽可能的克制，他希望的就是安全。这个人其实蛮有魅力的，这个女生，而她呢很喜欢你几个地方。第一个就是你的漂亮，她觉得你很会打扮自己呀，或者是你的给她带来的这种身材能量、外表能量很诱惑。要么就是你非常的帅气，你的站姿坐姿他看着很舒服，因为他有土星能量的这一部分嘛，所以他也会被外表所迷惑。再加上呢，他觉得你很懂得欣赏自己，你也很懂得呵护自己，你算是一个有自我爱能量的人。每一次跟你聊天的时候，他都会感受得到喜悦，而且他觉得你的心态特别好，你有很积极的能量，你也懂得去吸引生活中美好的一些事情，跟你相处起来呢，他觉得特别的容易。他可能是一个防备心很强的人，但是你不是，你可能是有很多的这种让人亲近的能量，你没有太多防备之心，你可能有时候傻傻的，有时候把所有人都当成一个好人，但是这一方面呢，又非常的可爱，有爱自己，有爱别人的能量，也有你自己的勇敢，无所畏惧，有自己的冒险精神。你会友好的对待身边出现的每一个人，你比较真诚，而且呢也比较坦白，你的内心挺阳光善良的，有时候感觉你大大咧咧的，有时候感觉你没心没肺的，不会对别人保持一种否定的态度。这一点呢跟他很不一样，他希望能吸取到你这样的一个能量，所以他特别欣赏喜欢你这一点，可惜好像他做不到。而且自从他认识你之后他有被你影响到，他有被你感染到，也许是你的正能量，也许是你的阳光开放，也许是你的一些语言有激励到他，让他更加的有目标性，让他更加的努力。所以他想要的身边出现亲密的人呢，就是可以刺激他进步的，而你就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在。另外他对你其实有蛮多的一些热情跟渴望的，而你的那种美好，不管是性格上的美好，能量上面的积极，还是心态上的乐观，还是说你的外表上面的漂亮帅气都是让他忘记眨眼的，会强烈的吸引着他，对你真的有很多的渴望，而且呢他对你有很强的一些认同感，有时候呢甚至有一些佩服你，有时候甚至想成为像你那样的一个人。他想要跟你建立很长的这种缘分，很紧密的关系，甚至有时候呢他躺在床上都会想到你呀，可能都会思考你们的未来啊，如何去争取你的喜欢啊。在争取你的喜欢这段时间呢，他可能也会去仔细的想一想，你们可不可能去建立更多的未来，可不可能有更多的一些发展性。你身上带来的这种能量，这种信任感是他缺失的，但是他又很喜欢的，所以他为你着迷。不一定代表他想跟你成为恋人，但至少来说呢，想要跟你有更加稳定的知己亲密的好关系。你打开了他的心房，你就像一把钥匙一样，正让他充满着期待，
正给他带来更多的一些兴奋感，他就觉得对，他就想要有你这样的人在他的身边。外表又是很好的，那么内在性格也是很好的，并且呢，为人品质呢也是很正直的，所以就满足他对于好友、知己或者是亲密恋人的所有渴望，这样的一些特质你都存在。那么未来你们到底会建立怎样的情感关系呢？我们出现了五角星2的正位，还有权杖4的正位，以及圣杯9的正位，所以应该都是在往好的一个方向走。你们相处起来呢会非常的和平，而且很和谐，你们会有一种很舒适的互动关系，两个人会有来来去去的信息联系的，而这种信息呢也是比较平衡，不会说一个人发了一个信息，另外一个人可能长久不回，或者是只读不回，你们之间不会断联，就是在未来这么1-2年的时间内都会继续保持着联系，但也不会特别的亲密。之间是有一定的距离的，也许大家各自会忙各自的一些事情，也许呢可能会去不同的地方，或者是不会经常约会见面，但是呢当你们在线的时候，你们会去支持彼此的，或者对方给你打电话、给你发信息、发邮件的时候，你都会看到及时去回复的。甚至可能呢，你们会有一起玩乐，一起去参加聚会活动，一起去享受这种开心喜悦的气氛。不会是天天见面，但每隔一段时间呢，都一定会联系一下，都一定会约见一下的。未来你们的情感可能会有转变的时期，也许会有现实的一些障碍，比如说远距离啦，或者是你们之间可能会有一些小裂痕，也许是他突然的繁忙，或者他的生活不稳定了，他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处理自己的事情，所以会让你觉得两个人的联系好像有一些藕断丝连的。但是没有关系，其实你们的情感呢，无论往哪一个方向前进，对你来说都是好的，因为你们会保持着联系，会让你们的感情更进一步。而中间出现的小插曲呢，也许在于他可能在繁忙的时候，那你们的联系有稍微的淡一些了，没有那么的频繁之后，也许你会出现情绪上面的一些复杂糟糕的感觉啊，会觉得他是不是忽视你啦，或者是他是不是不想要再跟你联系啦等等的，可能会出现这种负面的情绪。那么宇宙告诉你大可不必，可以跟他建立这种持久的但是细水长流的联系关系，时不时的大家在一起玩乐，时不时的去沟通一下，其实是最好的。无论如何呢，你们都是有足够的能力跟信心去处理好你们之间所有的这种小瑕疵的。他很满意有你这样的人在他的人生中出现，他也很满意跟你的相遇。而你们有时候在一起做一些沟通交流的时候呢，其实会给彼此带来更强的一些信念，或者是更新颖的角度去思考的，所以是可以刺激彼此成长的人。亲爱的，有这么一个亲密的，可以讲好的一个知己出现在自己的人生之中，还是很值得幸运的事情。现在还没有看到未来你们是否是可以合作，但至少来说你们会越来越团结。如果有合作的可能性呢，也可以去思考一下，或者是到时候再占卜一下就好了，好吗？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人，越来越喜欢你的外在，你的内在，请感恩吧，也请你珍惜身边的人。好，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我们下一期再见喽，拜拜。亲爱的，选择地球仪的你，我们来接受宇宙给你的讯息。那么谁越来越喜欢你呢？这个人是新人还是旧人呢？先展示牌卡，接下来为你解读。看来是一位男生哦。
而且这个人呢，你们应该已经认识一段时间了。好，先展示部分的牌卡哦。这个人是你过去就认识的人，是一个旧人，可能已经在你的人生中出现过一段时间，也许是现在时态，你们在一起，现在呢还是会做一些经常的互动。也许这个人是曾经时态，过去的爱、旧爱，或者旧的同学、旧的同事，也许是有过亲密关系的人，也许有过短暂的暧昧啊，也许曾经有段时间大家会经常的联系，近期不怎么联系。总之呢，有认识一段时间，而他是一个浅肤色的人，他的皮肤不会是那种深色的古铜色，或者皮肤不偏黑，应该是偏黄。那如果你是在国外生活的话呢，那这个人应该是比较偏白的肤色的。他这个人是比较诚实公平的，是金钱至上的人呢，有一点现实主义者。也许他本来是一个金钱条件还不错，家庭条件富有、有钱的人，也许呢他会是一个比较现实的人。这个人你们之间相处的时候，并不会让你感觉到非常的完美，你们之间是有一些消极的能量的。我们这边出现了悲伤的消息，这张牌卡也有可能你们之间有过误会，或者是有过断联，或者是两个人走着走着就渐行渐远了，或者是当下呢你们接触的时候你不太喜欢他的想法。总之你们是有过深层次思想上面的交流的，不会是泛泛之交，不会是不熟悉的人，绝对是在思想啊、智慧啊、精神上面有过一些沟通的。而可能他的一些想法跟你的想法呢是不太契合的，也许你们三观不合，也许两个人是有想法矛盾对立的时刻。一方面呢，你觉得跟他在一起可能不太适合，可能不太可能，但另外一方面呢，也许又充满了希望，可能是可以再磨合一下的呀，是可以再调平一下的。也许会觉得大家不是同一个频道的人，没有关系，慢慢的来，慢慢的往同一个频道上面走。对有的朋友来说，可能这个人让你想要放弃了，但是呢，又觉得也许再试一试，再联系一下，再看一看。或者是这个男生他曾经有对你想要放弃的心态，但是现在呢又想再复合了，又想再续前缘了。也许之前呢两个人的这种情感有点暧昧，或者是断断续续的，现在呢他想去做一些长久的稳定了。目前呢你或者是他对于你们两个人是有一些彼此纠结的想法的，一方面是有消极的想法，一方面呢又是充满着希望，想再考虑更多。而这个人他的星座很有可能是金牛座、天秤座、摩羯座、天蝎座，当然请同时参考月亮、太阳、上升星座。他的星盘里面火的能量是特别少的，所以应该不是一个很外向、很活泼热情或者是很高调的人。这个人是比较内敛的，不会把所有的这种心思啊或者是想法都表现在外面哦，是一个比较谨慎认真的人。首先我们这边出现了女皇这张牌卡，这个人呢应该是有女皇的特质的，即使他是男生，他也有自己比较温暖的那一方面，可能也会有自己感性啊，很有爱心，很注重美丽，很注重自己的外表形象的人，也可能是一个比较大气的人。这个人呢，他应该对于爱情还算是比较执着的，而且愿意公开的去表达自己对别人的情感，不愿意太过于的去隐藏自己的心思。如果他喜欢谁的话呢，他应该慢慢的会让别人去感受到的，他也会很快的告诉身边的朋友我有喜欢谁，不会把这份爱太
久的放在心里，可能不愿意去成为一个暗恋者，而是一个愿意去表白心思的人。另外一方面呢，他有一定的艺术气质，有一定的艺术审美力，他身上呢是带一点这种艺术细胞的，可能自己在某一个艺术方面是有一点研究的，也许在唱歌，也许在跳舞，也许在画画，那也许在时尚方面，这个人是向往美好的这种艺术状态的，因为他也很热爱艺术上面的追求，可能他也喜欢把自己的家里面放很多的油画呀，或者是装饰的非常的漂亮啊，对于装修设计呀，对于这些软装呢，他都蛮喜欢的，对于艺术品呢，应该都是蛮喜欢的，希望把自己生活的环境都变成一个美丽的天堂。另外，他应该是环保主义者，多多少少呢是比较关心环境的，不会有太坏的一些恶习，不会乱扔一些脏物啊，不会不节约用水啊之类的，可能对于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还算是比较尊重跟喜欢的。他应该喜欢动物，或者是喜欢植物，并且这个人呢也有一定的培养本能，他是懂得滋润自己，也懂得去滋润他人的。他身上是有好的品质，可以成为一个好的爸爸的，是可以有决心养育小孩的这件事情。那么另外呢，他的朋友应该比较多，人脉呢是比较广泛的，好像什么样的朋友369等都有一定的接触，而且在跟别人做社交上面的时候，交往的时候呢，他不会有太多的挑剔，不会有太多的这种排斥之心，希望自己可以建立比较大的一个人脉，认识更多的人，通过别人呢可能给自己带来更多的讯息啊，可能给自己带来更多的一些机会，是有一定的事业成功之心的，渴望得到更多的成功跟财富。另外呢，他有自己比较固执的那一面，可能不愿意去妥协，不愿意轻易放弃自己的立场，一旦出现一些思想矛盾啊，或者是想法不合的时候，他比较少去听取别人的建议，更多的执着于自己的一些想法，固执己见。对于改变这方面呢，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决心的，很坚持自己的原则，也比较有自我的一些限制，有自己的一些规矩，也希望别人呢可以更多倾听他，可能根据他的一些规则规矩走。有时候他会迷失在自己的幻想之中，我们这边出现了圣杯7这张牌卡，有时候可能他会享受逃避现实的乐趣，经常会做一些白日梦，自己也许有一些不切实际的一些梦想，喜欢放纵过度，可能在去参加派对活动的时候，有时候会容易喝醉啊，或者是成为派对里面比较晚走的人。另外呢，他不太懂得如何有效的去保护自己。他心智有比较成熟的那一方面，但是呢，又有比较容易受害的那一方面，会有一点点的极端。其实最主要的在于，可能他的原生家庭并不是特别的成功，或者是在自己的原生家庭，在自己的情感里面呢，是受到过感情的遗弃，或者是冒犯伤害的，所以他没有太强的一种安全感。对于爱情，对于感情呢，有时候会有一些扭曲的信念，也可能是受到这种社会大环境的影响，让他在选择爱情上面没有那么大的一个信心，没有那么强的一个安全感，会觉得爱情太过于的虚幻缥缈了。所以爱情跟面包的话，他肯定会选择面包，他会希望给自己不断的有一些金钱的加持，当自己的金钱越多的话呢，那可能自己的爱情就会越美好。
如果在他一穷二白的时候遇到自己很爱的人，他可能都不敢去追求，因为知道没有办法去给别人幸福，所以是一个很务实的人。另外呢，他也很害怕被别人拒绝，除非他非常有信心，对方也是很喜欢他的，他才敢去做大胆的追求，不然的话他只会去表达自己的喜欢，可能没有太强的一个信念去一定要追求到对方，但他的嫉妒心又比较强，有时候很容易吃醋，有时候呢他也很容易陷入过去，会重温旧日的这种创伤。在感情里面他想要建立非常完整的关系，但一旦建立了恋情之后，在感情里面出现了一点点的矛盾，他都会陷入到这种焦虑跟害怕之中。一方面非常向往的爱情，一方面投入爱情之后他又害怕自己被别人抛弃，有这种不太强的安全感。所以呢很难让自己真正的安定下来，很难让自己真正的安心。在感情里面也会经常出现一些疑惑，出现一些自卑的能量，但其实他很想要保持关系的这种健康的状态，希望寻求人际关系的安全跟稳定，希望寻求忠诚。他其实很需要一个比他强的伴侣，或者是比他强的知己合作者，是可以保护他，是可以照顾他的。有时候当他选择困难症的时候，有时候当他不知道取舍的时候，对方呢是可以给他一些坚定的信念跟信息的。所以他其实比较适合心智比他成熟或者是年纪比他大的人。他可能目光并不是非常的长远。另外呢，他想要找的这种情感最好是有现实金钱上面的一些共同利益的，这样呢会让他更加的感觉两个人是齐心协力的，更加的有这种团结精神一些。他想要的这种情感大家都是可以共同分担，都是可以共同合作的，你们之间是存在这种强烈的承诺感跟成长感，就是如果大家共同的去创业，或者是同时一起去做一个项目，或者大家工作在一起的话，那有金钱物质上面的这种捆绑的话，会让他觉得情感更加的这种和谐，更加的紧密，会增加更多的安全感。即使是自己的好朋友知己，如果他有好的项目，他也希望把这个项目分享给自己的知己好朋友，大家可以一起共进退，一起共同的分享，一起共同的分担。这样的话呢，也会在人际关系上面他觉得更加的靠谱，更加的可以信赖彼此。所以他想要获得经济上面互相捆绑、互相承诺的人际关系。当然可能呢也希望自己跟伴侣之间大家可以共同的去购买房产啊，共同的去购买车子呀，是需要一些物质的这种实际捆绑，对他来说更加的有价值一些。大家会有共同的目标，或者是共同存钱的目标，会让他更加信任，大家建立这种联盟的关系。所以在人际关系上面，他更注重联盟合作、团结、齐心协力这一块。那他喜欢你哪里呢？我们这边出现了提升大师这张牌卡，他感觉你是拥有平静跟光明的能量的，感觉你是一个比较安静的人，也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不会是讲大话啊，不会是心口不一啊，不会是夸夸其谈的，而是你追求思想心灵上面的健康，你拥有上进心，你是可以去实际努力行动让自己获取成功的。而且呢你有一定的修养，有一定的素质，不会乱发脾气，
也不会胡搅蛮缠，也不会去讲脏话，你很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并且他觉得你是一个给别人温暖支持的人，你不会过度的去追求完美，你会不断的去修正自己，看到自己身上的缺点啊，看到自己做的不足的地方呢，你是会不断的去改进的。而且你也并不是一个社会江湖气息特别重的人，你也有自己讲义气的那一面，但是呢就没有很多生活上面的坏习惯啊，是有一定的品德的。其实他对你的这种肯定还是比较强，而且呢，他觉得你身上有很多美好的点，比如说会承认自己的不足啊，会承认自己的错误啊，知错就改啊，不会死不认错不知悔改啊，这个呢他身上是有的。他可能有时候是属于那种好胜心太强，或者是永不认错的这一种，这一点他觉得你们之间可以互补哦。另外呢，他没有你身上的这种谦虚，你并不是那种特别骄傲的人，或者是那种不健康的英雄主义欲望，你是可以跟别人建立很美好的纽带的，你也是可以在这种人际关系交往处理上面是比较有情商，是稍微圆滑一些的，并且你也很有自己的爱心，愿意去助人为乐，在自己可以获得快乐的时候也愿意去分享你的快乐，那在自己富有的时候，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也愿意大方慷慨的去给予帮助。感觉跟你在一起应该蛮幸福的，他从你身上得到很多乐观的能量。如果说你有自己爱人的话，你应该会把自己的爱人照顾得很好。如果说你有一辆车的话呢，你可能也愿意去载一下朋友啊，载一下家人啊，或者是呢，你也很有自己的孝心，你愿意去孝顺父母，在父母年老的时候或者身体不好的时候去给予关心，去给予照顾。而且你也愿意邀请别人到你家里面去，可能做派对啊，或者是一起聊天啊，或者是共进晚餐啊。你是一个懂得建立人际甜蜜关系幸福的人，而且呢你也很善良，是一个有福报的人，你是会用一种很愉快的方式去分享你的这种幸运的，你会很心甘情愿的去做事情，你懂得去如何创造快乐，如何去创造双倍的快乐，所以他会觉得跟你在一起自己肯定不会差，无论是做朋友还是做恋人，还是建立任何这种紧密的关系，你都是可以给他一些鼓励，给他带来一些正能量的，并且他其实蛮以你为傲的，他觉得你做的很多事情都非常的棒，他有羡慕你的一部分，他也有佩服你的一部分。有时候当他难过的时候呢，他会看着你的照片，他就会觉得感觉好多了，所以你会给他带来一些安心感，你会给他带来一些安慰感。但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会觉得你蛮成熟的，你有你的这种担当力，你有你的这种责任心，你有你的这种可以照顾保护他人的状态，而就把他觉得自己很像一个小孩子，在你面前是很幼稚的，是很不理智的，可能是很小气的。他会看到自己不如你的部分，而且他现在好像都不敢去见你，或者是不敢多看你一眼，有时候在你面前会少了一些自信心，不太开心自己在你面前的这个样子，会觉得自己不够好，而且你们之间可能会有一些误会，或者是之前有过一些矛盾，也可能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之前是有吵过架，讲过一些破坏情感的话的，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伤痛所在，他有痛苦也许是被你拒绝的痛苦，也许是被你责怪的痛苦，或者是在你面前他没有太多的一些安全感，是有
一些焦虑的想法、情绪的，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又很想牵住你的手，他又很想跟你建立更多的一些连接跟互动。好像他觉得你是更加阳光开心的那一个人，而他在你面前也许给你带来了一些负面的想法，也许给你带来一些情绪的紧张感。一方面呢，他觉得自己在你面前可能没有那么的好，也许不适合你，但另外一方面又很想要继续跟你重修旧好，或者是有更多情感上面的增长，建立更加互相支持甜蜜的关系。所以他现在蛮纠结的。那么未来你们会有怎样的情感发展呢？他确实对于你们情感关系的发展是有一些恐惧之心的，他没有办法去准确预测未来你们的关系会到底怎样去做发展，但他不会完全的放弃，他不会放下你，即使你们现在没有联络的话，他也会经常去追踪你的讯息，可能会看你的社交媒体呀，看你的朋友圈啊，你最近都过得怎么样啊。如果你们都已经断联了的话，或者是没有联系方式了，他还想重新再去找到可以彼此联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他想更加的让自己开放一些，让自己没有太多的一些界限，想要跟你重修旧好。但是他也知道你们的情谊呢不会进展的非常的顺利。一方面他很想跟你建立共同的目标，让彼此有更多互相的信任跟信心。他在寻找你更美好的那一面。总之你现在在他心中的这种形象都其实挺好的，是他自己的问题，他自己对于感情是有一些不满足，是有一些这种情感安全的缺失的，是他自己在纠结，所以会给你们的情感带来一些不好的状态，这种情绪困扰着他，他在默默的承受，他依然迷恋着你，但他不想太过于冲动跟莽撞，他想去采取更多的行动挽回你的真心，让你信任他，承认他，但他不想太过于的着急，想慢慢的来，更多的呢先获得你的欣赏，先获得你的喜欢是非常重要的。至少对于他来说，他现在是很喜欢你的，越来越喜欢你，越来越放不下你。所以未来这种情感的走向，我们这边出现了两个比较极端的状态。一个呢，可能你们就没有办法再一次的进入到情感的亲密度，两个人确实不合适。一种呢，可能就是他寻找到了如何让两个人更加同频率的状态，如何更好的一种交往方式，而你们两个人可以达到新的一种很成熟交往的水平状态，让两个人更加的平衡。也许他会找到一个好的时机，给你送礼物啊，或者是给你邀请你啊，面对面的去共进晚餐，那可以有更多的一些约会。当他更加坦诚的时候，当他放下他的不安心之后，你们两个人的情感可能会更加的持久稳定一些，可能会有这种雨过天晴的能量所在。但如果他一直在纠结，一直负能量，有这种糟糕的想法的话呢，确实可能你们之间会有一些悲伤的这种消息，就是两个人真的不合适。你是阳光的那一个，他是黑暗的那一个，如果没有办法中和的话呢，那就只有各自在各自的世界里面祝福彼此，各自安好了。所以亲爱的，无论如何你要知道你是被欣赏的，你身上积极的能量呢，其实给别人带来比较强的正向的影响力。请保持你的笑容，请保持你的美好吧。那在身边的缘分，适合的我们就珍惜，不适合的那我们也就顺其自然就好了，剩下的就交给命运的安排吧。
你若盛开，蝴蝶自来。好，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亲爱的，选着红色门户的你，我们来接受宇宙给你的讯息，看一下谁正在越来越喜欢你呢？他喜欢你哪里呢？这个人是怎样的性格特质？未来你们会建立怎样的情感呢？我们先来展示一下牌卡，然后开始为你解读。可以看到喜欢你的这一个人他是男生，宇宙想告诉你，这个男人他的皮肤呢应该是比较黑或者是偏古铜色的，可能是你刚认识的人，新的朋友哦，你们之间应该有共同认识的朋友，或者是他是通过朋友介绍的，也有可能你的这个朋友呢知道他的一些八卦，可能知道他的一些事情，因为这边呢有很明显的别人在给你传递一些关于这个男生的讯息，你们之间有第三人，或者是有第三方在中间传递他的消息，有可能是相亲认识的，也有可能是通过婚恋社交平台，也有可能是通过朋友圈认识的。那可以看到这个人的资料，这个就代表着第三方，他应该是一个头发颜色也比较黑的人，可能他也喜欢穿暗色系的衣服，黑色啦、深咖啡色啦，或者是深蓝色等等比较偏深的衣服哦。可能他穿白色衣服，这种黄色啊、粉色啊这种亮丽衣服的这种次数应该是比较少的。这个人呢，他的性格应该是比较好，是一个很好的人，然后他可能是有房产，或者是呢在做关于房地产销售啊、房地产的行业，也有可能呢他家庭条件还不错，是有大房子，从小是在一个大的房子里面成长的。他对于爱情呢，应该是很专注，可能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想要结婚的一个人。另外呢，有可能他是想要跟你建立很正式的、比较保守的、稳定的关系，无论是想建立朋友啊，还是说情爱，还是说合作者的话呢，他希望你们未来可以共同的去有利益。如果是朋友的话呢，希望大家互相彼此的扶持，一起去扩建人脉，建立好的关系。那如果是想建立情人的话呢，希望未来大家是可以修成正果，可以共同去买房地产，可以结婚这样的一个态度的。如果说想合作者的话呢，希望你们有共同的梦想目标，两个人分得的利益呢，都是可以未来可以去购买房产的。他应该是比较注重家、注重生活品质的人，很可能他的星座是金牛座、天秤座、水瓶座、双子座。当然请同时参考月亮、太阳、上升星座，因为我们这边出现了宝剑女王跟宝剑王牌的牌卡，所以他的星座能量里面带的风的能量是比较多的。这个人呢，应该非常的聪明哦，而且心智很成熟，并且也比较独立，不会在感情上面或者金钱上面依赖他人。另外一方面呢，他应该也是勇敢、冷静并且镇定的，可能遇事不惊哦，没有看到他的拖延症啊，也没有看到他急急忙忙、慌慌张张的那一面，并不是一个很浮躁的人，是比较淡定，并且有着优雅大气的那一面的。可能他比较容忍一些严肃的事情，可能也不太会斤斤计较别人做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应该不会把他惹毛，他很难去发脾气，因为他的头脑挺好的，他的想法非常的灵活，这个人的逻辑思考能力强，他也知道自己可能比大多数人都更加的聪明，他的学习能力呀，他的判断能力都是在线的。一旦他要去做什么决定的话，很少是情绪化或者是感情用事，他更可能去用头脑去做一些分析跟判断，比较不太去做一些莽撞冲
动的事情应该是受过良好的教育的。这个教育呢，也许来自于他的家庭教育，也许来自于他自己知识比较高，文凭比较高。那而且他也是一个很擅长组织活动的人，在自己做事情的时候，组织活动的时候，他都会去监督，而不是任何事情都是亲力亲为。他是一个不会干体力劳动的人，他更加的善用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思想。同时他的语言能力应该也比较强，是有比较强的说服能力的。他一旦想要去说服别人啊，想用言语去操控别人，他都是可以做到的哟。而且他有一定的幽默感，有自己感性幽默的那一面。一旦他想去讲一些美好的故事，他想用一些语言故事去让别人聆听，或者是让别人看到他的这种魅力的话呢，他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只要他想的话。而且他的人生经历呢，应该是比较多，头脑里面呢充满很多的想法，有很多的一些创意，也有很多一些新的 idea， 不是一个很固化或者是很封建的人。在想法上面呢，是很擅长有智力智慧活动的，他会用自己思想的力量来实现他想要需要的东西。这个人他也有比较强的读写能力，如果你想跟他争论，或者是意见不合想要争吵的话，他往往说出来的一些观点或者是话语都可能是让你或者是让别人难以辩驳的，很少会在争论或者是讨论中失败。这是一个很有竞争能力的人，并且呢，只要他尽心尽力去学习自己的专业的话，他可以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面呢成为专家。而且他有时候会迷失在自己的头脑中，因为太聪明了，想法太多了，比较容易出现一些消极，不知道选择什么样的一种状态。但是我们这边又出现了五角星7，也代表着他有自己脚踏实地的那一方面，并不是一个想得多做得少的人，而是呢，一旦自己选择好，是可以坚持不懈，是可以努力的去创造，努力的是行动的，不是一个喜欢空幻想的人。他好像生活蛮忙碌的，比较充实，没有太多时间去偷懒啊、懒散啊，而且他很有上进心，他蛮努力的，感觉无论付出多少努力都好像不够，他是需要偷一偷懒的，是需要一些时间去放松自己的，好像很多时候呢都在一个精神比较紧绷的状态之下，那加班加点啊，或者是投入很多的时间精力在自己的工作中，在自己的梦想里面，都是完全可能的。为了自己的成功，为了自己想要实现的购房啊，金钱成功这个目标呢，他会不断的去鞭迫自己努力。那其实很少看到他停下来的那一面。好，在感情上面呢，他其实是比较主动的一个人，不怕困难，不怕挑战。对于爱情是有着积极的想法跟态度的，而且他也能够表达自己的需求跟自己的愿望。一旦遇到自己特别喜欢的人，特别想建立亲密关系的人的话呢，他应该是会以他自己的一些独特方式来跟别人建立联系跟互动的，希望自己的人际关系更加的有趣，更加的有活力，有更多的你来我往。一旦他喜欢上谁，他应该会主动的去发信息啊，主动的去邀约对方，不会太过于的逃避情感，他希望在感情里面占着主导的一个位置。另外一方面，也可能在感情里面他会有一些自我，会有一些霸道，有点像那种霸道总裁的样子，希望一切都是跟着自己的步调走的。当然他也很坚持自己的情感原则态度，坚持自己对朋友的选择，坚持自己合作者的选择，对恋人的这种选择标准，他不会轻易的放弃自己的标准，不会说好像到了年纪了，
那该结婚了就随便找一个人谈恋爱，或者是遇到一个合作者觉得还可以，但是没有达到自己标准的话呢，他也不会放低自己的身段，觉得可以的，一定是要寻找到那个真正合适的人，他才愿意去共享资源、共享项目。所以对于自己跟对于别人都是有比较高的一个界限跟原则性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对人际关系跟爱情也会是一种比较严肃跟实际的态度。他可能遇到真心想交往的人、建立关系的人呢，他是可以表现出自己很激情的那一方面的，是可以表现出自己很忠实、值得信赖、可靠的那一方面的。可能对于情感他不太过于的狂野，或者是有很像水星能量那么的浪漫，那么的罗曼蒂克，他是比较实际的，主动而且务实，友好而且慷慨。跟他认识的越久，越会觉得他其实挺迷人的。在感情里面呢，他也会有自己很顺从、很温暖，不会觉得他三心二意，或者是他的依赖性特别强。大多时候他其实不在别人身上去寻找爱情，去寻找这种温暖，而是他愿意给予他人。他知道快乐幸福是自己给予自己的，然后如果他想跟别人建立连接的话呢，他愿意把这种快乐幸福分享给他人，这个是他的想法。他不会在自己悲伤或者是生活不稳定、不开心的时候去寻找感情的，而是会在自己有利益可分享的时候去寻找人际关系的连接。所以这一点呢，其实会让人对他蛮喜欢、蛮尊敬的，会被他所吸引。另外他应该很注重身体的健康、心灵的健康，所以他不定期的会去做一些健身，他不定期的会让自己可能去做一下瑜伽啊，做一下冥想啊，让自己尽可能的是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在感情里面也是这个样子，他不会随时希望跟朋友或者是恋人在一起，他需要自己独自的时间、独自的空间来寻找到这样的一个平衡感。所以在感情里面呢，会是松弛有度的，会让人觉得在一起的时候很亲密，那不在一起的时候呢，不会随时都打电话或者是发信息，有保持一定的距离感，是他觉得尊重彼此空间自由的一种人际关系态度，这是他喜欢的。那他到底喜欢你哪里呢？他喜欢你是一个比较直接的人，他感觉你不是一个说话拐弯抹角的人，你没有太多的算计，没有太多的心机，而且在很多谈话的时候，你想说什么你就会说什么，心里想什么讲什么，没有太多的一些废话，而且也不啰嗦，并不是一个唠唠叨叨的人。在交谈问题的时候，或者是在两个人聊天的时候，你会很容易说到重点，很容易讲到他心里面去，而且也会讲到问题的核心。所以他会觉得你很聪明，你是可以跟他在思想上面得到一个智慧的交流的，而且你也会客观诚实的去做思考。在你行动之前，你是可以三思而后行的，也并不是一个很莽撞冲动的性格。这一点他会觉得你们非常的合拍，而且也是你有你自己的一些成熟度，你的一些想法呢，也会给他一些新的 idea， 所以在思想上面是有刺激的。另外呢，他会觉得你是一个在选择上面特别聪明的人。人生的成功就是选择加运气，其实每一个人一路走过来都是在做这样啊那样的选择，有的人可能选择上学，有的人选择出国，有的人选择上班，有的人选择辞职自己创业。那很多时候选择真的会大于努力，
每个人都应该重视选择的重要性，而你呢，就是很懂得在选择上面去做自己的逻辑思考，让自己的人生节点都是在一个合适你自己的、你舒服的一种状态。他知道你是一个很懂得做取舍的人，你也有自己的价值观，你也遵从自己的这种价值观，你也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适合什么，不适合什么，所以你总是不会去浪费一些时间跟精力。在做选择的时候，你也没有太多的一些纠结或者是茫然，不是别人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也不会是跟随大众，你是可以独一无二、与众不同的，你完全有对待生活的力量。总之呢，他想跟你搭建更多的一些连接，他觉得在一些思想上面跟你交流绝对是有好处的。另外呢，他也看到你是愿意跟别人去进行一个联系的，你也愿意去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也是喜欢跟别人可能交流啊，那互相传递讯息的呀。在交往上面你是有积极的信号的，你也乐于去分享自己的想法，你们之间呢总是有话题可以聊，不会说没有话说，你也不会很轻易的就把话题聊死。跟你聊天呢是非常自然轻松的，不会词穷，你懂得呢也比较多，好像把话题扔出来你总是可以接住，你们之间的沟通很顺畅，没有这种尴尬感。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沟通交流之下呢，他越来越喜欢你，他觉得你是一个有比较高自我价值的人，你们两个人呢是可以1+1大于2的，所以跟强者有更多的一些联系是他期待的。另外，你的性格、你的品质上面他会非常的肯定，他觉得你的身体是一件艺术，你的灵魂是一片天堂，你的灵魂是清澈的，你的想法呢是积极，没有太多负能量的。除此之外呢，你的身体曲线啊，或者是身材呢，他会很欣赏，他会很喜欢，那也代表的在外在上面你有吸引着他，在内在上面呢，他也是觉得很纯净，你们是可以建立这种很纯洁之美。同时你也经常出现在他的梦里，让他觉得有一些奇妙哦，为什么经常会梦到你呢？所以他很想跟你进一步建立关系，他也希望你相信他即将展开主动的一些邀请。可能在更多的了解之后，或者是他有足够的时间精力之后呢，他应该想要用一些自己独有的方式方法来让你们的关系更加的合作，或者是紧密升华。有时候呢，他其实比较害怕跟你讲话，他现在在你面前可能还是有所隐藏的，不敢真实的把自己表现在你面前，也许会怕你看到他的弱点，也许会让你看到他的缺点，也许你现在对他的态度呢是比较欣赏的，他有时候会怕在你面前犯错，就是怕因为某一些话或者是某一些事夺走了你对他的好感。另外，他现在不太懂你的心思，你到底对他是否是在乎的，有多在乎，有多喜欢呢？他还没有摸透。目前看到呢，他还想对你有更多的一些了解交集。先看清楚你现在对他是怎样的一个印象，怎样的一个期待之后，他可能就会相应的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做了。当然当下呢，他也想去审核一下你们俩是不是很合适的。无论如何呢，对你当下还是有比较积极的一个心态哦。那么未来你们又会建立怎样的关系呢？你们之间可能会有一段时间情感进展的不太顺利，也许是现在，也许是不久的将来，预计可能会出现一些争论，
或者是你们之间会出现一些八卦，出现一些流言蜚语，也许可能会有嫉妒之心的朋友切入，然后讲一些干扰你们情感更加亲密的话，也有可能有人会打扰到你们之间轻松交流的状态，有可能会失去一些建立亲密关系这样的一个机会。当然有这种不好的感觉在，但是呢，如果你们一直对对方保持更多的欣赏或者是积极的态度的话，你们将在未来克服两人之间的这种困难屏障。也许这种困难屏障是中间的人，也许是现实的一些障碍，也许是彼此可能不信任、消极的一些情绪。只要你们对彼此有更加健康的渴望和欲望的话，那么两个人应该会有惊喜美好的事情发生。也可能因为当下或者不久的将来会出现破坏你们情感的事情，正是因为这个事情之后，让你们有更多的考量，让你们看到彼此的真心态度，从而激发你们更多真诚的交流，让两个人更加看清楚自己对对方的需要，而建立认真的长期的关系。因为我们这边出现了圣杯10这张牌卡，这是非常好的牌卡，一张家庭牌卡。也许你跟他会建立像家人一样亲密的关系，如果说你们是朋友的话，那你们应该就会变成知己哦，像兄弟像姐妹一样共同成长，那共同去经历人生的很多事情，那彼此会有这种互相倾诉，或者是彼此建立这种忠诚的关系，密不可分。如果说你跟这个男生呢，你们是可以成为恋人关系的话，未来呢，你们应该可以走入到建立家庭、建立婚姻的这一个发展上面去。如果当下这个男生你们已经在恋爱之中的话呢，那好消息告诉你，正因为通过一些破事儿的发生，反而让你们更加的紧密，反而让你们看到你们的关系不会是被任何现实或者是被第三者而破坏的。所以亲爱的，无论如何在这份关系里面呢，可以更加的积极一些，主动一些。只要你充满信念，坚持的往下走的话呢，你们应该会摆脱阴云密布的状态，往更好、往更大的前景发展。那有时候呢，出现意见不合，出现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往后稍微退一步，以退为进，可能会做得更好哦。只是需要一点小技巧而已，好吗，亲爱的？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结束，祝福你跟他，你们彼此共同的幸福。我们下一期再见喽，拜拜。